我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租到月租1000的神仙房源，房东唯一的要求是不许我上3楼。起初我以为自己捡了大漏，直到入住当晚，我听到天花板传来诡异滴水声，紧接着传来类似爆米花的闷响。没多久，一对情侣仓皇搬走，临走前，他们偷偷告诉我这地方不对劲，我才意识到这公寓的邪性。不要上3楼。这是我住进新兴公寓那天，房东提醒我的话。一线城市里，像新兴公寓这样矮层的楼房太少了，仅只有3层，每层只有3户，3楼还不允许外租。房东刘姐是个50岁左右的大姐，不像别的房东那样长得富态，而且有些瘦弱，不算枯槁的额头上好几道皱纹，眼下2道黑青。她看着不像是在大城市里靠着收租过好日子的人，倒像是受够了生活的苦的那类人。但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。我叫向东，是从小城市的小县城里跑出来打工的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凭借一股子小聪明在老家倒腾衣服，一暑假赚了1万块钱，给自己攒了大学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上的大学也是在小城市里，到大2那会儿就直接选择辍学了。专科的大学文凭能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趁着年轻去大城市打拼打拼，说不定就拼出个好日子呢。我这么想着，就独自一个人来了现在这个城市。出家门的时候，兜里揣着3000块钱，1000块钱租了新兴公寓2楼的一个小一居。我还想接着倒腾衣服开网店，所以住的地方必须大点。但一线城市的房租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在网站上看了半个月，才看到了新兴公寓的出租消息。1000块的一居啊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虽然位置偏了点，楼房破了点，只有3层，甚至没有空调，这样的房子在一线城市里活像是违章建筑一般。但这些我都不在意，唯一在意的就是房东大姐的那句话：小伙子，咱们这儿就一条规矩，不要上3楼。要说人和人之间不同的地方太多了，但好奇心一定是相同的。我站在2楼楼梯口，冲着楼梯往楼上看，可以看到楼梯尽头那道铁门，铁门上都生了铜锈。楼道的墙面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，植发的、整容的、卖2手产品的。但这些小广告全止步于2楼上3楼的转弯处，像是有什么神秘力量阻止了这些小广告一般。我租的房子在2楼楼道的尽头，从刘姐那听说，目前2楼就我一家住户，之前的住户1个月前刚……为什么搬走呢？姐，您这2房子这么便宜？年轻人的想法我怎么知道啊？之前那小伙子说是看见老鼠了，但咱家的房子免不了有点小虫小老鼠的。刘姐说到这里，忽然抬起头望向我，我被她黑黝黝的眼珠盯上，有一瞬间的胆寒，但很快就不以为然了。听她接着对我说道：孩子，晚上要是听见有什么动静了，那可能就是有老鼠了。你跟大姐我说，我帮你把它们收拾了。刘姐看起来还挺热心肠的，甘心这么便宜将自己房子租出去就算了，还挺关心租户的生活要求的。我从小地方出来的，什么老鼠没见过，自然不在意这些东西。姐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住，房租也会按时转给您的。接过房钥匙，刘姐就离开了。我一个人推着行李进了我的新家，正规的一居室，家具什么的都齐全，四下里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真觉着自己这真是捡了大漏了。但这天夜里，我就察觉到了这个公寓的一丝诡异。6月14晚上11点，房间收拾好了，肚子饿得不停咕咕叫，想着自己需要熟悉下周围的环境，便打消了点外卖的念头，一个人出了房间准备觅食。路过3楼楼梯口的时候，下意识朝3楼看了2眼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竟觉着那铁门好像动了2下，像是有人从里面往外推似的。但再看下去，铁门纹丝不动，也许是楼道的灯太暗了，我看花了眼吧。离开公寓大门的时候，遇上了住在1楼的一对情侣，他们正从外面上班回来，女孩挽着男孩的胳膊，见我出来了，有些好奇的问：你是新搬过来的吗？我立马热情的回答道：对啊，你们住在这里多久了啊？话罢，女孩的表情有些奇怪，她男朋友倒是挺大方的说：啊，我们住了有1年了，下个月就到租期了，到时候我们准备搬走。女孩打断他的话，话音严肃，俩人面对面看了一眼，眼中还带着一股奇怪的情绪，只持续了2秒，就一起对着我摆了摆手，进了公寓。就在这时，公寓内忽而传出阵巨大的爆裂声，像是农村土方法蹦爆米花那种声音，似乎是从3楼传出来的。那对情侣的步伐好像快了一些，女生还侧脸对她男友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，好奇怪啊，难道说这就是大城市的相处之道吗？住进新兴公寓的第1天，我对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充满未知和好奇。睡前
我抱着手机在备忘录里写了篇日记，记录今天的所见所闻。在即将睡着，意识已经模糊到周公家门外的时候，听到了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，而且这声音似乎是从楼上传来的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还为昨天晚上奇怪的声音感到惶惶不安。出房间的时候，正好看见房东从楼下上来，手里提着个水桶，水桶看起来挺重的，上面盖着一层抹布。我连忙说起昨天晚上的事，话里带着些许埋怨。刘姐，昨天晚上楼上滴滴答答的是怎么回事啊？搞得我睡不着。大男子汉当然不能说是因为有些害怕这样的话了。刘姐脸色还是一贯的不太好，只是眼下的黑青似乎更重了。她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说，啊小伙子，昨天楼上水管子有点漏水了，是我停了水它才不滴答的。又说，老房子嘛，年头久了，总会有些小问题。我心里又想起自己那1000块的一居，便什么埋怨的心都没有了。目送着刘姐上了3楼，掏出一串泛着红袖的钥匙圈，翻找着挑出一根钥匙，窸窸窣窣的打开了3楼那道铁门。门开那刻，好奇心驱使我偷看过去，将看到一条凤儿呢。余光瞥到刘姐正站在门前，寒涔涔的望着我，我连忙尴尬的回头，打着哈哈说，那姐您先忙，我下去吃早点去了。说罢，飞速跑下了楼。到1楼楼道间的时候，我还好奇的回头望了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女声，哟，咱们公寓来新人了啊。我闻声回头，看到一个裹着针织外套的女人，身子娇软倚在栏杆边上，一手点着根烟，吞云吐雾间，烟雾扮演住她姣好的面容。生在县城里，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不对，不只是漂亮，应该说她很风情。她丢掉烟蒂，脚尖踩灭了她，朝着我扬了扬下巴，声音噙着笑，接着道了句，还是个小伙子呢，看你的样子还是个处男吧。处男，他说话也太露骨了吧。虽然他说的是事实，但我的脸还是一下子给臊红了，有些不知所措的低下头看自己的脚尖，但还不忘礼貌的和他打招呼，你就是蓉姐吧？刘姐跟我说过你住在102。你住在201。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蓉姐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，我甚至可以闻得到她身上那种淡淡的香皂味。不是我太纯情，面对姐姐就这么害羞，而是刘姐在我来的第1天便警告过我，不要招惹102的蓉姐。刘姐说起蓉姐的身份职业，忽搞得脸上满是不屑与嫌弃。他是个暗门子，暗门子你晓得不？就是卖身子的。小伙子，你可不要跟他走得太近。在我们小县城，这样的职业的女人到处落人诟病，也同样被人看不起。我不是没见过这种特殊职业的女人，像理发店的小妹或者洗脚城的小姐姐，我都接触过，但像蓉姐这么漂亮的像是根本不必靠这种职业谋生的女人，我忍不住害羞了。我胡思乱想的空档，蓉姐已经离开了我身边，我刚想说要走了，她却留住了我，道，刚来的小伙子，不如来帮姐姐个忙吧。她眼神示意了一下自己的房间，又朝我很无辜的鼓了鼓，接着说，房间里的水管坏了，姐姐不会修啊。讲真的，她真的很漂亮，做这样嘟嘴的动嘴也不会显得很做作。好吧，我完全屈服了。面对美女的求助，谁能保证完全不动心？哪怕知道她的职业，也很难不去帮她吧。蓉姐房间比我的要小，只是一个开间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坏掉的水管，连忙走过去拿起工具就开始修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还蛮会这些的嘛。蓉姐朝我递来一杯红酒，我看着红酒神色迟疑，更加好奇起面前这个女人。蓉姐笑道，家里只有红酒了，便宜货，你凑合喝吧。这好像不是便宜不便宜的事吧？哪有让别人帮忙给喝酒的？姐，我不会喝。年轻人还有不会喝酒的，你还真是家里的乖宝宝。她笑着调侃我，3两下拧住了断开的水管，回过头却看见了令我血脉喷张的一幕。我的目光只在她身上停留了1秒，就立刻挪开，嗓子眼有些发干，心想她不冷吗？便道，姐，要没什么事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脚下生风的朝外走去，走到门槛处的时候，听见身后的女人语气沉重的说了句，以后有事的话也可以请你帮忙吧。刚才她那沉重的语气一定是我的幻听。离开的前一刻，我在玄关的墙壁的柜子里看到了一叠报纸。这个女人好奇怪啊，现在看报纸的人算得上老古董了吧？楼下那对小情侣今天搬家，搬家车正和我的货车冲上了，我为表歉意也帮着他们搬家。那男孩倒是挺爽朗的，但他女朋友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皱着眉头，时不时的抬头看一眼楼上。直到刘姐阴着脸走出来，她却躲到了男朋友身边，我太疑惑了，凑近了问她，
小姐姐你怎么了？她沉寂了半晌，却回了我句没头没脑的话。同学，这地方邪性，你住2天就知道了。刘姐一直在旁边站着，她就说了这么一句，拉着男朋友就上了车。邪性，房子还能邪性到哪里去？到了晚上，我可不这么觉得了。我爱熬夜，喜欢把活儿拖到晚上干，这天晚上也是如此。约莫11点左右，手机放着周杰伦的歌，我开始理货。忽然间，我听到一声尖叫，不是歌里的声音。缓了5分钟，我稍放松些，刚想接着放音乐工作，那尖叫声又起来了，嗷嗷2声，我后背毛都炸了起来。四下里寂静，还没安窗帘的窗户，外面是棵树，乌漆麻黑的夜晚，更衬得此刻瘆人。联想白天那女孩的话，我噔噔下了楼，跑到101敲门。刘姐，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刘姐走了出来，阴沉沉的透着不耐烦。刘姐，您听见什么怪声了吗？我喘着气。什么声音？我没听见。就是2声尖叫，特别明显。刘姐皱起眉头，目光审视着我，倒叫我有些噎住。哟，弟弟，这是害怕了啊？身后传来娇俏的女声，蓉姐裹着大衣倚着栏杆，看起来像是刚从外面回来。刘姐一走出门看见她，脸色可见的拉了下来，冷哼一声，不早了，都睡去吧。哈的关上了门，楼道里就剩下了我们2个。蓉姐，你听见尖叫声了？我点点头。蓉姐，得了弟弟，姐姐我陪你上去壮壮胆子。她说的风情，我又联想起她的职业，脸忍不住发烫。她笑笑开了自家门，对我摆了摆手，回去睡吧弟弟，说不定半夜会有好事呢。她对我抛了个媚眼，进了房间。好事什么的，我是没等到，但是外面这一顿折腾，我倒是没什么害怕了，一觉睡到了大天亮。第二天下午出房间，又碰上准备上3楼的刘姐，似乎是这月的第4次了。刘姐又上去啊？她提着水桶点了点头，我嘴一秃噜来了句，姐您上去这么勤，上面是有什么好宝贝啊？刘姐步子一滞，眼下的青黑吓得我一激灵，我忙打着哈哈下了楼。蓉姐依旧在栏杆边上抽烟，她问，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啊？有没有想着姐姐啊？她3句话里有2句不正经。我问她，咱们房东为什么总是上3楼啊？你发现了？蓉姐笑着踩灭烟头，这个月第4次了，楼上就那么脏吗？天天得擦。蓉姐边说话边凑近我，佯装阴脸大叫了句，比如说鬼啊？有鬼我们还能好端端的啊？还不算笨吗？我就是有点好奇。只是好奇。蓉姐笑嘻嘻的望着我，我不说话了，因为我打心里有些膈应最近这些事，可不只是好奇。说话的功夫，刘姐就下来了，带上去的水桶原模原样的带了下来。好奇可是害死猫哦，姐姐出门去了。刘姐冲着她的背影冷嗤了声，转头又对我说，小伙子，不是提醒过你离这个女人远一点吗？话毕就往自己房间去，边走边嘀咕着，你们这些男孩啊，就是管不住自己。你们这些男孩除了我还有谁？又到夜里，没过12点我就钻了被窝，却提着耳朵等动静，没等到昨天那诡异的尖叫，却等到了一阵敲门声，光脚下地去开了门。蓉姐裹着件绒毛的外套，嘴唇艳红艳红的。开门这么慢，不会是在屋里做什么坏事吧？她笑着看我身后，我心如擂鼓，想到她的职业问道，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。她推开我，径直进了我的屋子，毫不避讳的坐在我卧室的床上，我便局促的站在房门边。她倒像这屋子的主人了。姐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好歹是个20郎当岁的大小伙子啊，正血气方刚呢。她不回我，朝我勾了勾手指，我就神使鬼差的凑了过去，脑袋乱糟糟的，寻思自己今天夜里莫不是要突破人生新境界。她坐在床上向后倾倒，我便凑了过去，她的肩窝一股奶香，欲望上头呢。我正准备下一步的动作，却听到耳边一声，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向东。我喘着粗气，向东弟弟，我屋子里闹鬼了。我听到这话后背一凉，手下没了动作。什么闹鬼？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。他挑着眉毛上下扫了我一眼，眼神落在我的腿间，咯咯笑出声来。妈的，原来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心里骂娘，但还是乖乖的从床上起来，拿只枕头护住自己的大腿，坐在了一边。对不起姐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我是来卖的？他毫不避讳。我有些尴尬，又有些气，心当你丫穿成这样半夜来敲门，还不说干嘛，我还能怎么想？什么闹鬼？我没有好气。我屋里灯一闪一闪的，还有一阵阵的阴风，吓人的很，一定是闹鬼了。
他说着还打了个寒战，我才不信什么鬼呢。他说这话我是半个字也不信，就是不知道他半夜来找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，但还是顺着他的话问下去，你怎么就知道那是闹鬼？老房子本来就电压不稳吧？问到这里，他神色有些异样，沉默了半天，才下定决心一般抬头看向我，说：向东弟弟，我也不瞒着你了，咱这公寓闹鬼。星星公寓闹鬼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时针划过12点，外头黑压压，风声簌簌，屋里蓉姐一脸阴沉，不像是在跟我开玩笑。我在这儿住1年多了，你当那对情侣为什么会搬走？他们也碰见鬼了。蓉姐点点头，忽然伸手指了指楼上，压低声音说：楼上。她的话刚开个头，楼下忽然传来刘姐的喝骂声：都说了，我没见过他。接着是个男人的声音，他说回家了啊，他家就在这里，找你的。我问，蓉姐笑了笑，起身整理好衣服，朝门外走去。我忍不住叫住她，指了指楼上，问楼上怎么啦？说话说一半算什么事啊？她勾唇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然后她潇洒的下了楼。我站在窗边往外看，看见公寓外奔驰车边站着个约莫40、50的男人。房东刘姐破口大骂：大晚上让不让人安生？不想住别住。蓉姐笑嘻嘻的被男人抱住，俩人上车离开了公寓。安静下来后，我心里却空落落的，想起蓉姐走前的话，什么叫我以后会知道的？难道说我也会碰上鬼吗？想到这里，我摇了摇脑袋，低头看了眼自己双腿间，苦笑一声，看来咱俩是没法突破新境界了。我的网店正式开起来了，一忙起来，闹鬼什么的事我懒得想，1000块的一居室哪里找？捡这么大的便宜，我就偷着乐吧。话是这么说，但第二天我就被搞崩溃了。清早天还没亮透呢，我在睡梦里被一股子恶臭给熏醒了。刘姐，这什么味儿啊？我问。刘姐脸色不太好，眼下2团黑，好似一夜没睡。她没回我，楼梯下蓉姐却告诉我了，刘姐前2天买的耗子药，说是要死了一只臭鼬，就死在3楼了。市区里咋会有臭鼬？刘姐仿佛听到了我心中所想，说旁边不就是绿地公园吗？有这玩意也不稀奇。那畜生咋上去的啊？上3楼就那么一道门，还关得严严实实的，臭鼬咋上去的？我想起公寓外面确实种了好些树，都长得郁郁葱葱的，枝丫都延伸到3楼了，这味儿也太恶心了，得好几天才能散吧。我被臭味熏得睡不着，就下了楼。蓉姐正在树下抽烟，一手卷着报纸看，报纸这老古董，你还看啊？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正看见报纸上好大一栏都在讲一起女孩失踪案。蓉姐抬起头，用下巴点了点不远处的报亭。现在手机上的新闻一半都是假的，报纸就真多了不是？说到这，她指了指报纸，这女孩失踪小半个月了，你见手机上有报道吗？我皱了皱眉头，总觉着今天的蓉姐有些不对劲，似乎没那么轻浮了。我才懒得关注什么报纸呢，想起那天夜里的事，忍不住问她，那天你说楼上什么的，楼上到底怎么了？你小子真是好奇心害死猫，知不知道？罢了，她重新抽了口烟，烟雾笼罩之下，她来了句，你要真这么好奇，就上去看看呗。刘姐可是明令禁止了，不许上3楼，我一个新租客干嘛作死？想到这儿，我说还是算了吧，我也没那么好奇。后来3天，蓉姐一直没在公寓，我琢磨着她应该是去奔驰老男人那去了，有钱真好啊。第4天大清早，刘姐在外面叫门，说是有警察来了。出去后才发现，蓉姐早早站在了院子里，几个便衣警带着搜救犬四下转悠。这是咋的了？我刚睡醒还懵呢。蓉姐，弟，你还记着我跟你说过那报纸上的新闻吗？女孩失踪案。蓉姐点了点头，说他们说那失踪女孩最后就是出现在咱们公寓附近。搜查完了院子，便衣警就说要去楼里搜查。他说，向东弟弟，你这是怪我那天没从了你呗？他说的露骨，我一言不发，深深觉着他就是在戏弄我。他又说，我看你像我老家的小弟，喜欢的紧才想闹一闹你的。他话里带着撒娇的意味，我实在把持不住，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又不想被他玩弄了，轻轻推开他站在旁边，问，你不是要告诉我为啥吗？房东为啥不租3楼？你要想知道为啥的话，下次房东上3楼的时候，你来找我。那天晚上，蓉姐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就离开了我的房间。一直到3天后，我出门的时候，正碰上刘姐下楼，匆忙打了招呼，我就跑到了蓉姐门外。巧的是，我还没敲门，她就走了出来。她说，你跟我来。然后走到房东刘姐的门前，
手轻轻一推，门就开了。我有些慌，说你干嘛？他说你不是想知道为啥吗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味道我太熟悉，老家年年初一十五烧香拜佛就是这味道。蓉姐先我一步走了进去，我也硬着头皮跟上，真是奇了怪了。自从住进星星公寓，我老是不由自主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，但进了房门，我就感觉到诡异了。明明是大白天的，刘姐却一点窗帘都没开，甚至没开灯，但屋里并不黑，因为有太多蜡烛燃着。客厅里正中间墙壁上立着3尊佛像，蜡烛香炉环绕，这样的环境不仅让我感觉不到安详，甚至感觉很诡异可怕。但更可怕的还没到呢。越过客厅是一个堂屋，堂屋完全黑压压的，我提醒蓉姐再往里面真就不合适了，但蓉姐还是毫不犹豫的开了灯。一屋子满墙的照片啊，正中间挂着张黑白遗像，这变态吧？我是真吓得有些颤抖了。蓉姐没说话，死死盯着那些照片。我听到楼上脚步声渐近，连忙关上了灯，拉着她出了房子。在楼梯口碰上刚下来的刘姐，她狐疑的盯着气喘吁吁的我俩，我尴尬又心虚的跟她打招呼，她冷哼一声就走了。刚才的经历让我心虚的要死，但发现的东西又令我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会把自己已是儿子的照片挂满墙呢？她习惯性在报亭买了份报纸，说姐从不骗人，咱们公寓确实闹鬼，房东的儿子不是死了吗？姐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笑得尴尬，她却认真的盯着我。姐从不骗人。这间公寓楼里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吗？本来以为房东刘姐只是脸臭，人应该挺善良的，但自从进了她那屋子，我这心里总是膈应的厉害。妈的，但凡我有点钱，也不能贪着便宜。这天晚上，我辗转反侧了半夜都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做了个自己赚大钱的美梦，却被窗外的动静给闹醒。外头沙沙作响，我踱步到窗边向下看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什么也没有。那响声是从哪里来？水从哪里掉下来的？抬头的一刹那，我被吓得倒退好几步，摔倒在地，控制不住的大叫出声：鬼啊！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警察叔叔问我。凌晨2点，他就挂在3楼的空调外机上。我惊恐作答。1个小时前，窗外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把我吵醒。抬头看楼上，才发现竟然有一具尸骨倒吊在3楼。我当时以为是鬼。我说，当时吓得跑下了楼。蓉姐当时听到动静，是她进了屋子查看后才报了警。法医简单查验了尸体，告诉我们说，这具尸体系半个月前失踪女孩的尸体。这恶臭快赶上那天死在楼上的臭鼬了。尸体我们先带走，你们3位跟我到警局录个口供。从警局出来后，蓉姐靠在一边抽烟，我看着刘姐先我们一步离开，才小声说了句：姐，你有没有觉着刘姐有点奇怪？刚才在家的时候，刘姐进屋看见那具尸体，竟然没被吓到，但是眼神却带着闪躲，像是在有意避开什么一样。有什么奇怪的？蓉姐语气轻飘飘的。我看向她，又问：姐，你不害怕吗？恶鬼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个死人。她踩灭烟头走在前面，她说：弟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10年前，她还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同桌，女同桌父母双亡，和妹妹相依为命，寄养在姑姑的家里。2姐妹长得很漂亮，又聪明，所以学校里学生老师都很喜欢她们。但有一天，女同桌的妹妹失踪了，警方找到妹妹的时候，妹妹已经死了有1星期了，尸体都腐烂了，被河道工打捞了出来。法医尸检后说妹妹是被人先肢验后杀。同样的河边，警方说凶手是在杀人之后难耐心中的愧疚，所以选择了跳河自杀。案件盖棺定论。蓉姐讲着故事走在前面，身子摇摇晃晃的，说到最后竟轻笑了一声。我说，凶手畏罪自杀，也算是还了受害者一个交代。交代？蓉姐停住，语气带着愤怒。什么交代？用一个恶人的命去换一个无辜者的人生。她回过头，眼圈红了。我有些奇怪，不知道她竟然这么在乎这个故事。可她已经死了，人死了就什么都结束了。我轻声，可是他没死。她轻飘飘说了这么一句，轻到我怀疑自己的耳朵。我还想再追问，她却不再说了。回到公寓后，我看着蓉姐进了房间，便想着各回各屋。这时我却意识到了不对劲的一点，但是现在都回家了，楼里也被做了消杀，再加上尸体本就不是楼里发现的，所以有味道才显得奇怪。我顺着味道闻下去，发现那味道竟然是从蓉姐的房间里传出来的。难道说蓉姐和那个女孩的死有关系？我控制不住脑袋的胡思乱想，掏出手机却不想报警。
刚刚蓉姐给我讲那对姐妹的故事，她看着绝不是会杀人的人啊，脑子里转了无数圈，总算有了个好主意。我要去3楼看看，从3楼俯视的角度，可以看到2楼通往3楼的楼梯转角，以及楼下深不见底的黑暗。既然尸体是从3楼外面发现的，蓉姐也不止一次说过3楼有问题，那么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3楼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当初我在老家的时候，跟着几个社会上的人学过坏，所以会用铁丝开锁。3楼那道铁门从来拦不住我，但之前我本着不想找麻烦的心，控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。但是现在，我既不想误会蓉姐，又想搞清楚状况，只能上3楼好好看看了。我从屋里找了铁丝，一步步上了3楼，3两下打开了大锁。在推门那刹，我心里默念：蓉姐啊蓉姐，我算是在你手里了。3楼还是那天上来时的样子，今天警察也上来检查过，所以楼上还留有消毒水的味道。3楼的房间竟然出奇的没有上锁。我推开挂着那具尸体的空调房，一进屋就闻到了古熟悉的尸臭味。我动作极其小心，也没开灯，生怕有人发现我上来了。我应该庆幸我动作如此小心，因为在我刚进门才走了2步的时候，屋内竟然传出了人的声音。尸体为什么会在那儿？压抑着的苍老声音我太过熟悉，正是房东刘姐的声音。她没在自己房间吗？她为什么会深夜偷偷上3楼？她在和谁对话？我捂着嘴躲在黑暗的角落，心快要跳出胸膛，一切的一切都在将我引到一个绝对深渊的秘密里。妈，我没有。男人的声音一出来，我被吓得后退一步，鞋搓动地面发出嘶声响。谁？刘姐警惕出声，那男人却大声起来。妈，我不想待在这个到处都是老鼠的地方啊，我要出去。你小点声，出去就是蹲牢子。你想死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刘姐甩了那男人一耳光，我满头冷汗听着他们的对话。刘姐屋里挂着她儿子的遗像，她儿子明明已经死了啊，那现在的这个是谁？难不成是鬼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我要去报警，这对母子一定和那个死去的女孩有关系。我心里慌乱，想快速逃离现场，但腿窝一软，脚下不知踢到了什么东西。一身黑脸色憔悴的刘姐，还有个满脸胡子看不清脸的男人。是你。刘姐50岁的人了，也不知哪是我，一个挺身抓住了我，力道大到我无法挣脱。你怎么上来的？他摁住我，眼神示意一旁的男人。此刻我也是胆壮，竟直接质问说：那个女孩是你杀的？小伙子，我提醒过你不要上3楼吧？刘姐粗粝的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我意识越来越薄弱。在我即将晕倒之时，仿佛听见了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向东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是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白花花的房顶让我产生了自己已经死了的错觉。你总算醒了。蓉姐的声音从一侧传来，我想要扭头，却发现自己的脖子上裹着一圈纱布，稍微一动就火辣辣的疼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声音沙哑，记忆还停留在那天夜晚的3楼。我好像要被人掐死了。今天的蓉姐没有浓妆艳抹，一向喜欢黑色的她，此刻竟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，头发披在肩上，说不出的恬淡静雅。你已经昏迷2天了，弟，是姐对不住你。她说着，一滴泪顺着眼角滑落。她说，还记得那天在警局门口我给你讲的故事吗？你的女同桌和她妹妹的故事。我顺着她的问题回答。她点点头，还想说什么，敲门声传了过来，一个微胖的男人走了进来。我认出他就是那天开奔驰的中年男人。我心里哽了一下，心想这2位。蓉姐却满脸感激的朝那个鞠了一礼，向我介绍道，这位是光明侦探所的田侦探。这哥们怎么还有双重身份呢？我这刚醒过来，脑容量属实有点不够使啊。我咳嗽了2声，说，姐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跟我说说吧。我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还是疑惑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蓉姐定定神，眼中露出一丝轻蔑。刘芳母子已经被逮捕了。刘芳，你是说房东大姐？她这话一出来，我顿时想起那天被她掐住脖子的窒息感，还有她那个死而复生的儿子。蓉姐点头，接着说，弟，那天的故事是真的，我就是那个女同桌，被害死的是我的亲妹妹。她说到这里，语气难言愤怒。田律师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怪不得那天她会有那么大的情绪，所以你那天说的凶手没死，是真的？我问。蓉姐点头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凶手就是董大力，刘芳的亲儿子，10年了，我终于为倩倩报了仇。10年前，蓉姐还是个高中生，和妹妹在同一所学校里，他们姐俩命苦，刚上初中，爸爸就出车祸死了，没1年，妈妈在家上吊自杀，
父母双亡后，是他们的姑姑抚养他们，一直到高中。蓉姐最大的梦想是能考上好的大学，给自己妹妹一个好的生活。但梦想还没来及萌芽，妹妹就出了意外。那是一个下雨天，晚自习，蓉姐提前离开学校，想偷偷给妹妹准备一份礼物。因为1星期后是她的生日，所以错过了晚自习下课时间。蓉姐赶回去的时候，妹妹不在学校，也没自己回家。蓉姐说，倩倩衣服全烂透了，身上没一处好地方，明显是受了虐待。她如此详细的讲起这桩旧案，倒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细枝末节。大概是10年前那会儿，我好像真的从长辈嘴里听过大城市女孩受害案，只是没想到在10年前的今天，我竟会和这旧案产生如此大的纠葛。凶手不是缉拿归案了吗？我循着记忆问道。蓉姐冷笑出声，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恶人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恶事。10年前，蓉姐的妹妹倩倩过生日的那天，是倩倩的头七。有人从倩倩出事那条河里捞出了一具新的男尸，认定那就是畏罪自杀的凶手。10年前，法医技术和 DNA 还没有普及的年代，尸体穿着凶手相似的衣服，有着和凶手相似的体貌特征，又在案发地出的事，所有人都认定是凶手畏罪自杀了，案件就这样盖棺定论。只有我不信。蓉姐笑得讽刺，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她，没有能力扭转乾坤，只能依照往常的生活轨迹生活着。只是她一直都在关注着董大力一家。你怎么就那么确定他没死呢？我问。她说，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杀人之事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良知？又怎么可能畏罪自杀？这么说，你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刘芳了？实在难以想象，蓉姐那时候也只是个没成年的孩子，她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安全，却要默默监视一个杀人犯。蓉姐紧抿着唇，像是隐忍到了极致。死的可是我的妹妹啊，是和我一起长大，最喜欢黏着我的妹妹啊。所以她怎么能轻易放下？哪怕她只是个孩子，只要她心里有一丝疑虑，她也不能不去注意那个杀人犯的母亲刘芳。而且在警方通报董大力畏罪自杀之后，刘芳的行动轨迹实在可疑。刘芳本是郊外一处矿上的矿主，在董大力出事后，竟然将矿转手了，到市区盘下了这栋小破楼，也就是后来的新兴公寓。如果不是心虚，如果不是有所顾虑，他何苦放弃自家钱生钱的矿，要来市里谋生呢？这一切都是蓉姐必须关注刘芳的原因。蓉姐成年后，她姑姑也就理直气壮的不再管她。当初倩倩出事，身为姑姑竟丝毫不在意。大学4年，入社会4年，蓉姐终于发现刘芳的奇怪，发现新兴公寓的奇怪。既然你觉着凶手没死，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我皱着眉问。我报啦，我找啦。蓉姐眼泪簌簌的掉。从她发现新兴公寓不对劲后，报警之后，警察搜查了一圈没发现任何问题。蓉姐就知道要查旧案子，只能靠自己找到线索，所以她找到了光明侦探所的田探长，隐藏自己的身份。作为一个绝对不会被刘芳怀疑的暗门子，她在新兴公寓做了1年的房客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看着她，现在事情捋顺了，我也算是明白了。自从我住进来后，蓉姐对我一连串的举动，估计就是为了那天晚上我的发现。只有我这个新人，才不会引起刘芳的顾虑。而我的好奇心，就是引导所有人发现3楼董大力藏身之所的影子。不得不说，我这是被当成枪使了。病房门再一次被敲响，几个警察走过来，说要我跟我确定一下当天的情况。你是怎么知道董大力没死的？我不知道。当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3楼？我沉默了。总不能说是被蓉姐套去的吧？想必那天蓉姐房间里的尸臭味是她故意让我闻的。而3楼女尸究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窗户上？便衣。所以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帮助我们警方破获了一起杀人案。可以这么说。我笑笑。我听说10年前的案子似乎和那对母子有点关系。便衣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我连忙解释说我已经从蓉姐那听说个大概了。他长叹口气，眼里带着隐忍。10年前之所以没人怀疑董大力没死，是因为河里的尸体体貌特征和董大力一模一样，而董大力又确实失踪了。刘芳亲口承认，尸体是当年的一个流浪汉，被他打晕后扔到了河里，而真正的董大力被他关了起来。我忍不住好奇，接着问了一句，可以问一下，董大力是怎么藏在3楼不被你们发现的吗？能被刘芳藏了10年都没露出马脚，这得是什么技术啊？便衣面色冷峻。我们在新兴公寓3楼发现了2间密室，2间，其中1间里还藏有全封闭的铁箱子，系是藏尸体用的。便衣离开后许久，我的心情都无法平静。住进新兴公寓3个月，
我却像是过了半辈子一样。3楼时不时传出的怪声，其实是董大力的生活声音。后来的尖叫声，很可能来自那个受害女孩。刘芳嘴中死在3楼的臭鼬，其实是女孩尸体开始腐败后，被挪出箱子才散发出的味道。凶杀一直都在我眼皮子的下发生，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蓉姐再次回到我床前，看我满眼惊恐和疑惑，还不等我问出心里那个问题，她就点了点头。尸体是我放在3楼空调外机上的。她说，若不这样，我是不会上3楼一探究竟的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蓉姐，刘芳还想对那个女孩用相同的手段。刘芳把女孩的尸体带到河边，绑着石头扔进河里，是她一路跟踪，协同田探长追回尸体，又将尸体送回公寓。董大力明明在10年前已经是死里逃生，到底是什么让他再一次选择犯案？这是我心里最大的疑惑。董大力从未离开过3楼，为什么刘芳宁可冒着被发现的风险，也要害那个女人？蓉姐冷笑出声，还能是什么？一个魔鬼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吗？身在3楼的董大力每天守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世界，直到那天他看到一个背着书包刚刚下学的女孩路过公寓楼下，于是他央求刘芳，求他把那个女孩带来，如果不带来的话，他就要离开公寓去警局自首。这个爱儿子的女人为了纵容恶魔儿子，把一个才18岁的女孩强行掳来，在暗无天日的3楼折磨了不知多少个日夜。那个女孩高中还没毕业，她还没来及看看世界的样子。我心里一阵恶寒，刘芳和董大力会怎样？我问。当然是乖乖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。10年了，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蓉姐看着窗外，侧脸沐浴在阳光之下，此刻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，我的心一阵动容。她回过头朝我笑笑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是你吗？我在那鬼地方住了1年，见过3个男人，只有你看着我时，眼里只有单纯。她说的我一阵脸红，忍不住低头咳嗽了2声。姐，这案子结了，你仇也报了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见不着你了？我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他，心里就堵得慌。臭小子想什么呢？伤还没好就在这胡思乱想。蓉姐一个脑瓜崩弹在我额头，我抬起头抓住了她的手。对啊，我伤还没好呢，这都是为谁受的？你可得管我。蓉姐捂嘴嗤笑了声，又拍了我一下。臭小子，还知道沾姐的便宜了。行，管你管你。1个月后，新兴公寓因为违章建筑被强制拆除，而我向东总算能住上正经好房子了。虽然住的是蓉姐的房，